石浩离开天人族后，却不知自己身在何方。然而此时遭受重创的身体却快要支撑不住了。虽然他服食了孔雀族的宝药，但是却依旧没有痊愈。石浩目光冷冽地遥望着天空，这一次遭遇这样的劫难，让他认真思忖，以后无论如何都不将自己陷入绝境中。接着在路途上，石浩再一次的咳血，他现在需要找个地方立刻疗伤。这是他第一次在非战斗中伤得这么重。但是突然一阵雷鸣般的声音响起，一股黑色的洪流速度极快地冲来，那是一匹穿着黑色甲胄的铁甲骑士，骑着大如巨象的巨狼急速奔腾。与此同时，他背后的大地上也传来响声，同样是一匹赤色的铁骑，但坐骑却是一群血色的凶尸。石浩没想到刚来到这里就见识到了一场大战，他避过双方铁骑，在远处静静的观战。这场战斗异常激烈，其中竟有一对真神在惨烈的厮杀，直到双方两败俱伤后，大战才落下了帷幕。石浩也从中得知了双方之所以大战，是因为有人发现了混沌焰的消息。世间任何生灵想进入神火境都需要点燃神火，有人借助神火丹，凭借己身之力点燃神火，还有人会寻到这个世间最神秘的火焰洗礼自身，而混沌焰就是传说中能够助神道根基的奇物。石浩内心相当的震惊，砰砰直跳，因为此时的他正处于尊者期，下一步就要考虑点燃神火了。接着石浩又在流寇那里获取了诸多消息，知道了这里是毗邻天仙州的火州。一番询问后，他了解到更加详细的情况，知道火州的地界势力格局错综复杂，这里是冒险者的天堂，匪盗的老巢，也是各大学院天才的试炼场。于是石浩按照刚才得到的消息，一路东行，向着远处的一座城池而去。为了安全，更是将自身修为调整到列阵境。很快他就遇见了一位和善的老者，对方很是热心地为石浩指点路途，但是却被他后面赶到的同伴给道破了阴谋。原来他们竟是给各大神矿运送奴隶的人贩子，盯上了石浩，打算将他卖给矿场当奴隶。在这一刹那，石浩所有的好感都消失殆尽，内心堆积已久的愤懑全都爆发了出来。他神色冷漠地盯着两个神火境强者，凭借着肉身免疫之能轻易地解决了对方。接着收缴了一些神料后，便离开了此地。等到石浩来到了扶风城后，就发现了此地真的是龙蛇混杂，一路上见到的都是各种乱象，缺少秩序，没有约束，显得非常混乱不堪。他甚至见到了一位神火境的强者，竟然在此当上了一名小偷。就在这时，天空中突然传来一阵风雷声，竟有两头赤龙俯冲了下来，昂首而鸣声动天地。这是神牙书院的赤龙驹，在两头龙驹上分别有一男一女。男子高大英武，穿着一身赤金甲胄，女子身材傲人，紫发飘舞。他们是神牙书院的绝代双骄，木子萧与左小蝶。石浩一看出这两人太过非凡，体内蕴有原始真血，肯定超绝天下的初代。但是这并不足以让他惊讶，真正吸引他心神的是，他竟见到一个熟悉的女子在这里出现。那位女子并未显露出真身，但是石浩却通过重瞳确定了她的身份。然而令他奇怪的是，明明是月禅仙子，但是神牙的两人却是称呼她为青衣。石浩内心惊疑不定，不敢确定，直到从他人口中得知对方是天仙学院的奇才，并且还是1年前加入该院的，他才得以确定对方真的是自己的老婆。两大顶尖书院的天骄在此相聚，其实是为了传说中的大赤天火，那是一种排在最前列的火焰，借此点燃冲破神火境后，可以实现完美进化。据闻天仙书院有大赤天火的线索，故此神牙的人才遣出2名绝代天骄亲临，与他们谈判，想要得到那种火焰。